嗨，朋友们！之前有人问我说，到底在纽约会不会很贵，跟会不会花很多钱？于是呢，我们今天就来实测我一个周末在纽约到底花多少钱。希望我不要吓到你们，也希望我不要吓到我自己。那我们来出门实测吧 ，Let's go！ 今天要去吃饮茶，and go on picnic because weather's so nice today。今天大概23度。Look at the sun！ 今天天气超好 ，I'm so happy。我还带了一颗柚子，跟大家分享的 Trader Joe's Find。在纽约真的就是让我深深的意会到，其实不会讲英文也可以在美国生活。因为有人用 Chinatown 或什么，可能甚至去 Flushing 那边更夸张，就什么东西都是写中文，所以你根本看不懂英文都没有关系。萝卜糕，萝卜糕。还有什么呢？午餐吃的金峰饮茶，一共吃了19.3块，这么多人一起分19.3，其实在纽约来说非常的经济实惠。但是我的唯一缺点就是，我觉得它的菜送过来都冷掉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纽约明明超多华人，但是饮茶真的都非常普。如果大家有建议的饮茶的话，推荐我去吃，因为真的是没有吃到好吃，非常失望。去野餐，樱花儿，好美，超美的樱花儿，樱花儿啊，好多人，好chill，大家，好可爱哦，哇，白花儿。没有人在打球哎，哇塞！哇，这很容易成功啊！最好吃的 chip 是什么？来，不是乌龟饼干，乌龟饼干是路上看到买的。乌龟饼干好吃啊，这什么？这很好吃吗？这好吃吗？Honey 底状状口味的 chip，哦，很好吃是不是蛮常见到，但我们从来没拿起来。超难找到的。真的吗？是吗？这哇，我牌子走了3很常见到。家才看到，这牌子很常见到，可是这口味不太常看到。好，等一下来吃，见识看看。还做了这个，但是它就是哇，这你做的吗？我出门这个要冰吧，这个要做那个，这个要做48。等很久了，终于等到可丽露了。这是例行最想要吃的可丽露。台南小妹品牌策略 KOL。好笑。哇！朋友真的太有才了，居然手做可丽露跟提拉米苏，真的太有口福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他 IG Breakfast Club BK 去看看哦。我好哭啊！怎样，好吃吗？好棒！一套的也算什么丢到旁边？丢掉了吗？有点贵，先吃好。我觉得搬来美国以后，真的是会对夏天跟春天有一个憧憬。在美国的寒冬以后，就会特别的期待春天跟夏天，可以在外面走走、晒太阳、野餐的这种时光，跟朋友们一起野餐、聊天、晒晒太阳，这种简单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。好臭，很赞呢。晚餐我们野餐后从 Brooklyn 回纽约到曼岛的 Chinatown 吃一间叫做周之家
Konji Village 的店，我觉得周之家有几个优点。第一个就是它非常的经济实惠，以纽约来说，跟我觉得其实以美国来说都还算蛮经济实惠的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 location 还不错，就附近有蛮多酒吧，假如说吃完轻松的想要跟朋友去聚都非常适合。然后第三个优点就是它不用定位，纽约的餐厅真的是平常超难定位的，所以这三个集合优点就觉得说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，或是下班过后，周之家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。我觉得周之家就是我定义的那种随便吃都很爽的餐厅，让我们在 picnic 完以后好好的放松，结束一个完美的一天。今天早上的行程是见网友，见 Quitting in New York 的恒，趁着他搬去西雅图之前，赶快在纽约见一下。Hello， 我们约在 West Village 的一间叫 Fabric Bakery 的一间咖啡厅跟烘焙坊。我个人是没有太吃面包的，但是觉得他们咖啡还行。总之就是见见网友，聊聊天，聊聊作为 creator 的一些心得、一些建议，然后人生的大小事。毕竟都是从台湾来，在纽约跟美国整体打拼的台湾音呐。每次跟新认识的朋友聊，都会觉得大家都是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生长历程，但是我们现在都在这里，就觉得缘分好奇妙 ，It's all meant to be 的感觉。拜拜。今天目前花了20块，应该是23块，因为他们刚生2胎，虽然真的是非常的少，但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们一臂之力。今天午餐是吃 Genesis House， 后来才发现 Genesis 是那个车子品牌的名字，所以好像里面就是做很多很现代的一些展，跟展示他们的车子。我觉得以一个 branding 的角度来说，真的很聪明，就是靠这种展去提升这个品牌的奢华 luxury 的程度，让它可以被 associate 跟酷跟 innovation 在一起。所以我觉得以一个品牌延伸来说，真的做得很赞。它的1楼有车子的展间，让你可以看不同车子的颜色跟烤漆的感觉。2楼是餐厅跟一个 tea 的 tasting， 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coffee table books， 让你可以去翻，在这里享受这个空间。我觉得空间来说，我给它8到9分，但食物来说就真的是漂亮。调味的话，可能真的大概5分吧，就是没有很高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纽约有太多太好吃的韩式，反而就觉得 Genesis House 的食物有一点点被比下去，或是它的调味就是没有对到我这个台南妮娜的胃口。不知道，如果有兴趣，大家可以来看看，但是没有真的到非常推荐它的食物，因为有一点点偏贵。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刚刚好有一个 Infinity Room 那种感觉的免费展览可以去看。那时候进去餐厅的时候，其实大家蛮多人在外面排队想要进去看这个展的，但是好处是因为我们有预约位置，所以吃晚饭可以直接下去就不用排队。个人觉得是如果是排队的话，可以不用真的要看，没有到那么的惊艳，但是免费的话还不错。只是推荐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，那我觉得这个展览可能不适合你。看完展览后，就决定跟朋友去咖啡厅坐坐，读读书，用用电脑，做做事。我们到了第一间咖啡厅，点了一个芝麻拿铁，后来发现没有厕所，于是就转战另外一间叫做 Kona Coffee 的咖啡厅。但是很不幸的是，周末它不开放 WiFi 给大家使用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以一个没有网络的状态下在剪片，好好的把我之前欠的债好好的剪出来。你以为我下午去完咖啡厅就要回家了吗？没有呢，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纽约人，一个周末吃满午餐晚餐，在外面待到满。我们晚餐就在 East Village 一间新开的乌龙面
去吃晚餐。这间乌龙面真的是十分的推荐，它是宽的面，它的面体的真的材质非常的好，非常的 Q 弹，而且味道也还不错。可以晋升到我们在纽约最喜欢的乌龙面，绝对没有问题，十分的好吃。如果大家有来纽约或是住在纽约的话，推荐你可以来看。好了，吃完了，我决定要回家了，然后来一起 tally up 自己这个周末在纽约花的所有的钱，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当初想象中的差不多呢？或是更高，或是更低？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蛮 typical， 所以有可能偏低的花费的纽约一周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让我知道。如果你有对这个题材有兴趣的话，之后可以再拍新的 update， 看看是每个周末有没有平均的花这么多钱，或是更多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